前期布置，前期的布置上能不能再优化优化？我觉得刚刚02有句话说的很好，触底反弹，现在已经是最底了。第2轮大场全败，只有1个小局的胜利，已经底的不能再底了，马上要去打 AB 卡位赛了，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不要再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了。关羽大乔，现在 WE 是搬掉了大司命和阿古朵，那外面是有鲁班大师，还有朵利亚，阿达布侠也有少司元和公孙离没有用。 还有一个孙尚香和苍，选择是比较多的。如果是鲁班大师的话，他是可以打朵利亚和小明那一套阵容的。而且鲁大是公有体系，对，先拿鲁班大师绝对没有问题。不过这样 WE 的话，他就可以在自己的游走上面补墨子、杨玉环、廉颇这3个，然后在发育路上选狄仁杰或者是敖隐这2个。 这都已经是固定搭配了。对，然后在中路位置上也可以来沈梦溪，还有火舞，还有艺兴，这3个法师选了火舞。不出意外的话，3龙应该是个狄仁杰。看看阿达布侠后2手，后2手这个鲁班7号肯定要先拿，然后剩下就是这3楼位是看他在做中路 counter 位呢，还是说先把一个打野给抢了。哦，嫦娥选择做中路 counter 位，用嫦娥去 counter 一下不知火舞。 剑月的嫦娥2场100%胜率。这时候看 WE 的射手拿敖隐还是拿狄仁杰，选择拿狄仁杰。要给佩恩拿对线更舒服的。对，拿狄仁杰的话，这把节奏还是快一点的，因为他们中路也是火舞这样的一个快节奏英雄，下路又是一个狄仁杰加杨玉环，然后打野位如果能够配到一个裴金虎或者是镜的话，这把的节奏会打得很快。那阿达布侠这班位没什么意外，应该是镜和裴金虎全部搬掉。 红炮目前上场之后，其实还没有拿到过野核。之前是有用过一把哪吒赢了，然后用阿古朵和夏侯惇都输了，还没有见过他的蓝啊、露娜呀、裴金虎这样的英雄。是的，裴金虎搬掉了，再搬一个哪吒，而 WE 这边搬的全是对抗路，针对了一下 Fly， 选一手梦琪。 梦琪其实打鲁班7号、鲁班大师这一套是一个无奈之选，因为好用的3个全已经在班位上了。这时候梦琪他出来，他只是用来蹭一个前排的质量，因为他进场如果打控制被躲开，然后反拉一下，他在鲁班面前坦度都不是事儿，直接会化掉。对，铠甲吕布吗？哦，别吧，吕布打梦琪。 换成狂铁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如果是吕布的话，他打野得换一下。狂铁上路强度也够高，这把基本上在对抗路上面是一个优势线。那狂铁就是一个典型的4保1了。是的。现在 W 最后一手补了一个亚连。这一整场的话，现在 W 今天是没有做出任何人员的轮换，保持了自己今天的首发5人组。但是现在已经来到了济南阿达布侠的赛点了。 这套阵容其实强度不低，其实跟前2把 BP 一样，就看下来觉得还是前期有对抗性的，还是能打的阵容。是的，主要就是看局内前期的一个布置以及选手的发挥了。这把布置就是要让狄仁杰跟杨玉环去抓鲁班父子组合的一个对线。对，我觉得这把的布置上面就常规一点，常规一点开，然后杨玉环可以先帮火舞拿第一波线。 然后解放一下之后就直接开始围绕狄仁杰这边去压下路就行了，把下路优势给扩大。是的，因为济南阿达布侠它整体的一个数据表现的话，它的暴君控制率是63.89%，排在了第3。包括今天赛前评论席也给到了一个发育路的数据对比。其实更多的阿达布侠的资源会倾向给决议这一方，所以他们的战术部署前半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决议去做的。所以 WE 如果想要直击阿达布侠的命门，想要止住他们的发育速度，就要去找下版图。 因为 Fly 这里就是单人抗压，除非拿到一些特定的发育型的英雄。鹏鹏这一把出装上面，他第一件是要做一个肉，然后第2件可以考虑做个苍穹，后面装备上可以考虑补点法强，然后带点那种减速效果的装备。但是看鹏鹏的表情，他不能纯做肉装打鲁班7号阵容是不好用的，得做些能打出 poke 效果的装备。因为鲁班7号打的是100%比。是的。 这场比赛对于阿达布侠来说，他们今天想的是要大比分拿下，然后保留去往 SA 的一个卡位赛的可能性。
但是对于西安 WE 来说，要以什么样、何种姿态、何种气势进入到 AB 卡位赛，面临着现在一路连胜的长沙滔博，连胜战连败，这个卡位赛之前感觉气势已经输了一大半了。对，士气完全不一样。是的，我觉得现在 WE 要找找自己，找找他们在开赛第一轮时候的状态，找找当时3比0武汉 Star Pro 那个时候的状态。包括在第一轮的后面2场也是打满艰难赢下比赛，想想那个时候的瞬间。因为如果说无缘了，在卡位赛的时候没有能够赢下来，那就要无缘第3轮的一个征战了。第8套的一个轮换组合，第6套的一个首发阵容，今天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答案？期待一下双方的第3局交手，蓝色方济南阿达布峡，红色方西安 WE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超。这把一个常规的开线，常规开线的话，火舞和杨玉环一级线是比较强的。嫦娥和鲁班大师如果要去抢的话，鲁班大师得去卖一手状态。上去卡人卖状态了，对，直接卖状态赶人。他这个一技能控的还挺好的，还顺带打了一波孤悠悠的状态。哎，这一下没踩到，但是第一波线稳稳控住了。是的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去下路帮鲁班7号去拿红损了。W 这个站位想反包，要靠过来打一波3v3的对抗，想要抢一下这个中立生物。剑月的状态不是很理想了，被狄仁杰的普攻在逼闪现的伤害差了一丝丝。鲁班大师这跳过去，小 A 有点危险。这波跳过去闪现有一些白给了。下路感觉有点操作失误啊。再打波消耗，赶紧吃个血包后撤，这个冰要被卡。闪现躲动杀心了，但这个冰是吃不了了。是的 ，WE 下路这一波的攻势已经在前期给他们创造了很大的优势了。至少这一局的开局2步，先是第一个打抓对线抓到了，然后打下路打到了，打掉了3个闪，然后小资源上的获取也全都拿到了，然后还卡了鲁班7号的冰，要卡掉一个前排兵。然后上半图的话，岁月静好还是吃到了，没卡住。那这样狄仁杰的状态是被耗了一下。看一下下路这波回放，这波剑月第一时间被消耗了。对，火舞一扇子中了，打了个减速效果，然后再接一个1闪上去控了一下，然后但就少一个平 A 的伤害。这个跳感觉是操作失误了。对他这个跳其实没道理，就算控到人，那个伤害也不够做什么。嫦娥已经残了。下路这个压制力已经非常足了。在双人组闪现 CD 转好之前 ，WE 可以频繁来压。是的，那接下来这一把到中期的时候，阿达布峡就得靠他们的中上去撑一下。靠中上去撑，能不能把这个局势给打回来？火舞草里蹲着，见面直接是一套一个大招回拉，拉到梦琪这里，能走吗？但是没控住。这波剑月的闪现 CD 刚刚转好，险象环生。是的。鲁班大师马上到4级，先一个1技能把杨玉环大招逼出来了。那这波中线可以控住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嫦娥逐渐活跃在赛场上，大家拿它来康退火舞，而不是金蝉。首先它抢先速度比较快，其次就是容错率，毕竟是一个法坦的定位。对，而且他1技能虽然说弹道比较慢，不容易命中人，但往往他1技能起到效果可以卡别人走位。对。然后他的续航很强，本身自身的技能里面是有带回血的，然后出装上也是可以出一个吸血术的。小吸血已经做起来了，跳上去打一波孤悠悠的状态。但是这几波中路的对拼，然后还有下路 ，WE 感觉又错失了这个闪现的真空期啊，没有抓到机会，就抓到了一波嫦娥。鲁班大师想骗一下，这个有草，两边的中路都在蹲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火舞这个时候漏了。小 A 在不断的用1技能和走位想骗孤悠悠的技能。
4分钟，两边的对抗路还在互换技能，赶不过来。凯开启了大招，把杨玉环的大爷给逼了出来，先把 WE 的人全部压退在野区的窄口里面。但是龙也拉脱了，这就给了 WE 一个缓冲的时间。这个时候凯没大，得把位置先让出来。是的，双方对抗路第一时间都来不了。这个时候，现在 WE 接手了这条暴君，与此同时，中路的线也被 WE 先过了一手。但是对抗路亚莲的疾跑已经被逼了出来 ，Fly 先行过线，随时准备传送。这个龙还是被鹏鹏给控了下来。鹏鹏拿到，再追击一手，发现没什么机会，可以退了。又是火舞，草里蹲到嫦娥，先来一波，有闪，逼了个闪现。 这把 WE 打的是挺主动的，对的。阵容上打下路本来就是特别强的一个组合。但是上半图基本上我们没怎么看到镜头啊。上半图自渡这里只能抗压，对线完全打不过。要开始换节奏了吗？但是 Fly 这里应该是取消了传送，有点威慑。 WE 接下来就是要打换线节奏了，围绕着狄仁杰打推进，先把上塔给推了。这个中线破完之后可以直接转上。下塔现在守着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是的，这波 Fly 的最好让塔。 4个人包过来，想清一下，有一个凯在侧翼协防，而且回中的路径上完全被阿拉布侠给卡死了呀！要从野区绕一波。 但是有鲁班大师卡了红背草，那这样的话，这波中线阿拉布侠可以让鲁班7号先过。WE 要选择了，要么快点回去，要么干脆就把上路给压了。看这个动向，好像没有选择要回的梦琪和路上火舞回了，还被打状态被卡了一下，撞一下兵线，可以把兵线给清掉。河道的位置继续卡人。上路的话是可以用兵线把防御塔给耗掉了。 但 WE 现在要想办法把自己线上的优势扩大到阿达布侠的野区才行，这点经济差还不够。来了，想压上路2塔，但是来野区视野好像有点踩不住。这波保状态，线这波慢慢保状态，慢慢推就可以了，把状态保下来，然后等阿达布侠一个蓝区刷新。还有3秒钟。 火舞一套技能打在凯身上，消耗了一下。与此同时，正面 Fly 是扛了一波伤害，让剑月过去，定了个狄仁杰，定到了佩恩，收下了狄仁杰，1血到手。这一波是有伏笔的，狄仁杰先行交了2技能，再定身再一踩，鲁班是补了一梭子，亚莲也倒了，梦琪也没人走掉，突如其来的一波节奏。那这个中塔火舞是守不了的。 本该是先 WE 的一波进攻节奏，上路2塔想推进，蓝区又想要去占人，两边目标不是很统一，一下被阿拉布侠钻了空子。无双的凯啊，直接开了大招顶了上去，然后还有剑月、闪现、法刺嫦娥。主要是那个火舞，他看到一个凯就直接交了一套技能上去了，急了。然后在正面的时候，狄仁杰又是在打一个塔外点塔的一个消耗。 然后平白无故把自己2技能交了。我们再来回看一下，这要拆成2块来看了。我们看火舞那边先是打了凯一套，火舞已经没技能了，然后另外一边 Fly 是抓到了一个机会，可以敲一下佩恩，然后把技能逼出来之后，剑月这边很果断的上去闪现定的，定住就杀。而另外一侧的话，鲁班大师是保了一手7号，亚莲这个大招是没有对鲁班造成什么威胁，小 A 直接闪了。后面一手反打，会发现现在 WE 他就没有什么拆火的技能去打第2套了。 悠了整整6分多钟啊！一下子又被阿拉布侠这里全打回来了，而且现在决议已经来到了经济1号位。火舞在绕侧翼想进场，给一套，有人能接 combo 吗？伤害不够，梦琪没有接上控制链，反而是一个凯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一个人顶着3个人，佩恩被倒下了，被决议给击败。这个凯还在砍，1技能减速挂了3个，再来一炮，2连击破的鲁班7号。 有点无人能挡了，中线下线还能直接断掉。那狂蝶上路的话，还可以有机会把上线送过去，让防御塔去 A 一下塔。现在阿拉布侠就等中路兵线到位，然后去推一下2塔。刚刚这波其实火舞绕的是不错，但是他们 combo 没接上。对，火舞想把人回拉带过来，然后让梦琪和狄仁杰接 combo， 狄仁杰的黄牌没中，梦琪的大也没有接上。是的。 9分钟。
这个经济差又在往5000逼近，感觉跟上一把的节奏有点相似，但这一把至少 WE 前期是他占据了一些主动权。敢打的 ，WE 这把起码是敢打的，对但只是在打的过程当中配合有点差。嗯。现在鲁班7号8000块，3-0-2，3件半，太顺了。怎么找这个后排？现在亚联5600，身上就2件装备，根本杀不了这个鲁班7号，解决不了。对位经济差2000，伤害占比31.4%。前期他可是被针对的呀。被卡线，还被打闪现、打状态，被压回家。但是 WE 就是在换塔换节奏之后，把狄仁杰放到了上半图，突然出问题了。是的，就那一波蓝区的进攻，领先压力太大了。10分钟一到，又是双龙，看不了，完全看不了。而且阿道侠在龙团前所有的兵线都做得非常好，自渡过来看一眼，也只能看一眼。双龙拿掉，3线一送。 10分半钟6000经济，已经9000，甚至决议身上还做了一个小的神医斗篷，魔抗都已经堆起来了。那火舞这个装备想要去威胁到他也挺难的，太难了，还能防一手亚联。定身，直接打了杨玉环半血，暗影之镜是放在了下半。哎呦，这一波杨玉环。 直接被逼了一个大招，血量很残了，想要去找无双，但无双很肉啊！亚莲自己反手被逼了一个大招，再接2技能，回撤。一波技能交完了，对鲁班7号的血量上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。火舞是一闪进去开，但感觉开完之后没后续，被决议点了个链子就化解了。鹏鹏有点扛不太住了，直接被打到半血，一照脸就扛不住了，就是半残的状态。 要打一波了，这波看看 WE 怎么防守。火舞是没闪现的，这个大龙兵怎么办？清这个龙兵清的有点费劲儿，梦奇跟梦洁华又直接上了上去，杨玉环自己被迫交了一个大招往回拉，亚莲也被打出个血魔之怒，一技能没有挥完就倒在鲁班7号的被动之下。再等一波线，但这个时候无双的状态不是很好了，看看阿达布侠要不再继续推。 继续推的话会有点风险，因为自己双前排的状态都不是很好。但是阿达布侠不想退，他们想要3比0鲁班大师主动出击拉2个，再来一梭子，决议无人能挡，还有一个龙兵把人压在血泉里，那直接点上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济南阿达布侠3比0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，而且是一个。